这个女人只是想生个孩子，却始终得不到男人的帮助。闺蜜大美知道后立马就急了，如果2个月内没有怀孕，就会被部落追杀。此时大美因为阿伟的帮助已经怀孕，为了帮助好闺蜜阿珍，她立马就找到了阿伟。对方得知自己要当爸爸，非常开心。这时大美问他想不想要更多的黄金，原来2人曾经做过一笔交易，只要在2个月内帮助大美怀孕，阿伟就会得到1颗黄金。如今到了兑现时，大美却想继续和阿伟合作，而这次她是想让对方帮助阿珍怀孕。阿伟听后顿时有些懵逼了，心想这种事情还能帮忙？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喜欢上了大美。到了晚上，阿珍还想要做最后一次努力，可当他再次提出想要一个孩子时，阿强和以前一样拒绝了阿珍。他始终认为2人只有结了婚才能生孩子。无奈，阿珍心灰意冷地跑了出来。恰巧这时大美带着阿伟找过来，看表情就知道阿珍没有成功。ข้าเจ้าจะปล่อยให้เจ้าทำตามใจแล้ว。随即他将阿伟递了过去。此时几人都非常痛苦，因为阿珍喜欢的是阿强，而阿伟喜欢的是大美。当2人一起走进草屋时，大美心里突然十分难受。原来她在不知不觉中也喜欢上了阿伟。可痛苦归痛苦，见2人在里面迟迟没有传出动静，大美当即闯进了屋子里。她警告阿伟动作快点，如果阿珍再不怀孕就会很危险。接着大美又安慰阿珍不要紧张，闭上双眼将阿伟想象成阿强就可以了。มันจะช่วยสู่เจ้าได้นะข้าเจ้าก็เคยผ่านมาแล้ว。阿伟听到这话，当即想起了2人的从前。มารีบทำมันจะได้จบไปหลับตา。就在2人准备完成仪式时，这时阿强突然找了过来，他直接将阿伟打倒在地。大美听到声音跑进来，她大喊不想和阿珍生孩子就滚出去。阿强没有搭理大美，而是转过身问阿珍有没有喜欢过自己。阿珍从小在女儿国长大，哪里明白什么叫做爱，但是她知道每天都想见到阿强，时时刻刻都会关心她的一切。阿强当即就开心地说道：傻瓜，这就叫做爱呀！随即2人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。阿伟看到大美不开心的模样，以为她是嫉妒阿珍有了丈夫，殊不知大美是在担心阿珍怀孕后会舍不得离开。2人在成为合法夫妻后，当晚他们就完成了仪式。随后的几天里，2人每天就像幸福的一对小夫妻。可这天阿珍突然发现自己有了身孕，她高兴的同时又开始担心，因为这就意味着自己该回女人村了。如果2个月的期限一到就会被追杀。阿强得知后劝阿珍不要回去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会陪在她身边。另一边，4个怀孕的女人受到了最高礼遇，她们被全村的鲜花和呐喊声包围，并且女王亲自接待了4个恶魔猎手。见到自己的女儿和大美还没回来，她心里顿时就起了杀心，因为他们4人之中谁先生女儿，根据规定就会接任下一任女王，而现任的布阿女王将被贬为平民。她一心想让女儿阿珍接任自己的位置。这天，女王找到了治疗师，她开始寻求对方的帮助，可治疗师表示自己的职业是治病救人，然而女王却拿她的地位说事。治疗师以及家人要想保持如今的地位，布阿女王就不能被贬为平民。于是治疗师当即找到了怀孕的4个女人，她们此时正在讨论自己是怎么怀孕的。因为几人在回村的当天就喝了净化解药，它会让人忘记与恶魔交配的事情，但不会忘记自己的家人。治疗师表示4人是被索姆女神选中才怀孕的，随即给了他们每人1杯安胎药。这时一个奴隶突然发现杯子里有红花瓣，他知道这东西孕妇不能吃。这个女人之前因为生的是男孩，所以被贬为了终身奴隶。治疗师大骂他不懂在那里瞎说，那只是普通的玫瑰花瓣。4人将信将疑地喝下了安胎药。接着治疗师带他们去泡温泉，他表示这样有利于宝宝的健康发育。ข้าเจ้าว่าน้ำมันร้อนไป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ข้าเจ้าว่าพอดีเนอะแม่ถ้าต้องเอาไว้เอาน้ำทาตัวทาฉันด้วยนะผิวจะได้ดีๆ。不久后，几人突然发现温泉里都是血。4个孕妇在河里洗澡时，其中2人突然流产，看着河里流出的鲜血，女人被吓得惊声尖叫。然而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意外，2个体质好的孕妇逃过一劫，也就是说，这一届的女王要从2人之中选取，谁先生出女儿就能当选女王。随即全村长老开了国家紧急会议，如果阿珍和大美在外面还没回来，2个月的期限一到就会被部落追杀。女王虽然嘴上说着按规矩办事，但心里却想着如何帮助女儿阿珍。事后她秘密安排1名守护者，立即去女儿国以外的世界寻找阿珍。然而她在来到联络点时，竟发现2个月的期限已经被标记完。看来部落杀手是准备要动手了。守护者恩平当即就去救阿珍。此时阿珍和闺蜜大美说自己不打算回去，因为她已经彻底爱上了阿强。这一切都被哑女看在了眼里，原来她就是部落的杀手。大美骂骂咧咧的回去收拾东西，要不是等阿珍自己早就回村了。这时哑女找了过来，并拿出了1瓶安胎药给大美，她想都没想就要喝下去。นี่เองคิดจะหนีข้าอย่างนั้นเหรอฮะ2人正在争吵时，突然发现地上的安胎药开始冒白沫。大美在反应过来后，她当即意识到阿珍可能有危险。与此同时，哑女已经找到了阿珍。由于心里愧疚，她并不想喝安胎药。哑女见状，强行将毒药灌入阿珍口中。千钧一发之际，ฉันพอนางนั่นมันสิฆ่าหมูเฮา幸好大美及时赶到，2人见面瞬间打在了一起。不过自幼在村庄习武的大美，
居然打不过眼前的哑女，他很快就被对方用刀割伤。关键时刻阿伟及时出手，然而枪里并没有子弹。哑女见状转身就要去对阿珍下手，危急时刻，一个身影突然挡在了她的身前，来人正是阿珍的丈夫阿强，他被一刀扎在了腰子上。可哑女并没有打算放过阿珍，正打算对她下手时，幸好守护者恩平及时赶到，解决掉哑女后，随即众人将阿强扶到了帐篷。经过一番救治，才勉强保住了他的狗命。这时，恩平将大美叫到了帐篷外面，并告诉他的母亲拉卡大人已经被女王处决了。大美听后伤心欲绝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恩平表示，拉卡大人的死是因为私自离开村庄，不过自从他们6人走后，村里每天都有奇怪的事情发生，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回去调查清楚。大美听后当即就要带阿珍回村，可她只想留下来和阿强一起生活。随即，大美说了自己母亲被女王处决的事情，然而阿珍却油盐不进，说什么也不肯走。情急之下，大美打了他一巴掌。ก็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แม่สู่เจ้านะสั่งประหารแม่ข้าเจ้าเลยถ้าสู่เจ้าอยากตายที่นี่ก็ตายไปเลยข้าเจ้าไม่ได้มีเพื่อนก็โง่อย่างสู่เจ้าอีกต่อไปแล้ว接着他转身就离开了这里，准备回村调查母亲的死因。大美在走之前偷偷拿走了阿伟的手枪，阿伟立马意识到大美最终还是回了家乡，所以他当即去找到了阿珍，并质问他们的家乡究竟在哪里。可阿珍却不肯告诉他女人村的秘密，因为那里神圣不可侵犯，男人这种坏东西是万万不可能进去的。在谈话中，阿珍无意说出了迷雾，阿伟突然意识到迷雾就在山里的最深处，所以他当即就去寻找大美。另一边，阿强的伤势越来越严重，一名工人只好去通知他的父亲。阿强的父亲是一个军阀，将军知道儿子受伤这么严重，立马就将他带回营地救治。当阿珍赶过来后，阿强已经从昏迷中醒了过来，可两人还没来得及高兴多久，将军就让手下将阿珍绑了起来。阿强拼命的阻拦也无济于事，原来将军是听说阿珍来自迷雾村庄，这才突然对阿珍发火。随后他在洗漱时露出了背上的抓痕，与之前阿强那个老外朋友的一样。看来将军跟那些怪物以前交过手，但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恩怨。阿强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无缘无故发火，难道是因为阿珍来自迷雾山庄吗？在两人谈话中得知，阿强从小就没见过母亲。这里我们不妨大胆猜测一下，阿强的母亲就是来自迷雾中的女人村。不过他的母亲不能是女王吧？那样阿珍就成了他的亲妹妹。另一边，大美已经来到了迷雾边缘，她在打开结界之前测试了一下手枪。这恰巧让阿伟根据枪声找过来，看到大美刚好走进迷雾之中，阿伟在震惊的同时，随后就趁机跟了上去。村子里的2个女护卫发现对方，当场被吓得惊慌失措，因为这个村子从来没有来过男人，而且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恶魔。随即2人把他交给了拉卡大人。这里的一群女人看到阿伟后，瞬间被吓得惊声尖叫。这个村子从小被灌输的思想，男人就是非常可怕的恶魔。拉卡大人这时问他怎么来到的这里，阿伟当即解释道，他是偷偷跟着妻子大美来到这里的。殊不知，眼前的拉卡大人就是大美的母亲，也就是阿伟的现任丈母娘。另一边的大美已经被女王给抓住了，她此时还不知道母亲还活着，而且还成了对抗女王的反叛军首领。原来，拉卡大人无意中发现了女王的秘密，为了调查事情真相，他偷偷打开结界来到外面，没想到遇到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。拉卡顿时激动地哭了起来，原来她就是自己一直寻找的妹妹。看着脖子上2人一样的吊坠，拉卡更加坚定自己的猜测，她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妹妹，只不过对方已经失去了从前的记忆。拉卡来不及和妹妹解释，她火急火燎地回到村子，然后挖开了妹妹的坟墓，里面果然连个骨头渣子都没有。这让他更加确定一件事情，当年妹妹和上一任女王同时怀孕，根据规定谁先生下女儿就会成为新任女王，可在生产的当天妹妹却突然难产死亡。当拉卡去看妹妹的尸体时，却遭到女王的极力阻拦。现在想想必定是有见不得人的秘密。拉卡正要继续调查时，布阿女王突然就抓住他并嘴，因为私自打开结界，拉卡已经触犯了村子的法律。女王念及多年姐妹情深，本想让他喝下净化解药忘掉一切，可拉卡一心想调查当年事情的真相。ใกล้ถึงวันนักล่าผู้ใหม่จะกลับแล้วใจคดทำหน้าซื่อใจงามอยู่ไม่ได้ถึงทุกวันเนี่ยด้วยความตอแหล布阿女王怕他日后惹出事端，所以当即就对他进行月神审判。很快，拉卡就被绑在了山谷之中。如果第2天他还活着，就证明月神判他无罪。然而，伴随着女王的笛声，一群野兽突然冲向了拉卡。原来这群野兽一直被女王控制，她为了能够长期统治女人村，用一些能上瘾的迷烟控制着他们。女王以为计划的天衣无缝，但她万万想不到，一个神秘女子突然出现救了拉卡。她本来就是女人村的第一打手，没有束缚的拉卡很快解决了野兽。随即她被女人带到了一个山洞中。เหตุใดสู่เจ้าถึงมาช่วยข้า女人当初只因为生了一个男孩，不但孩子被扔进河里自生自灭，
自己也被终生贬为奴隶。而山洞里的这些人都是如此，他们都希望德高望重的拉卡大人成为他们的首领，反之布阿女王一手遮天，让整个部落实现人人平等。就这样，反叛军正式成立。为了能够正面对抗布阿女王的部队，他们在背后偷偷招兵买马。这2个女人就是刚刚流产的孕妇。经过反叛军的调查，2人是被女王下药才导致的流产，他们没有丝毫犹豫就加入到了反叛军。随着队伍越来越壮大，拉卡大人表示，如果一旦战争爆发，武器就会成为制胜的关键，所以他们立即制作精良的公弩，还不停地囤积粮食，只等战争爆发的那一天。不过这天典狱长巡逻时突然发现，原本在月神审判完拉卡大人的现场竟没有留下一丝痕迹。典狱长意识到不对，他立即向女王汇报拉卡可能还活着，只不过现在本人不知道在哪里藏着。就在2人担忧之时，典狱长竟发现了刚回来的大美。他本想偷偷调查母亲的死因，却误打误撞被典狱长抓了起来。因为武器和粮食的大量丢失，女王立即召开紧急会议。她告诉众人，拉卡不但没有死，反而在背后偷偷成立了反叛军，他们背叛了索姆女神的旨意，所以要立即出兵剿灭了这些人。经过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后，女王获得了全村人的支持。此时战争正式打响，反叛军一把火烧了女王的粮仓。